家好，我是爱的人，爱的人不是一个嘉宾，只是 POV 啦。欢迎回到了 POV 跟订阅试驾系列啦。上个影片呢，试驾这辆 CLS 350来到云顶山脚这边啊，这个影片把它试驾上山。这辆车是一个3.0公升的涡轮增压的柴油引擎 V6哦，到位的圈过了，现在马力是300多，扭力大概是700左右，配上一个7-speed 的 AT 变速箱，前面麦花臣，后面是一个多连杆的设置，刹车卡钳呢，前面竟然是个8活塞，后面是一个4活塞耶，再配搭这一个 Michelin PS5 的轮胎，后面275，前面245，那我们就把它试驾上山吧。那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，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下订阅。那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，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。那话不多说，上山了。那这个车呢，可以 follow 它的 IG 了，啊，车主在这里，Johnny， 我们一起冲上云霄。那我们这个车就没有 push start 啊，我要插钥匙，其实插钥匙是一个仪式感啊，对我来讲。而且它转的话呢，你只要按一下就可以了，也不用转到它 crank 到那个引擎打着了之后再回来，不用的，还是一样的。系上安全带之后，它会拉你一下，给你一个安全感。这个是奔驰的一个仪式来的。打开窗，我们就把 AC 关掉。OK， 那我们就上山。可是我们就把它切换到 Manual Mode 啦。你看那个 meter 上面有一个 M， 我多后，哎，我忘记了，不是电子哦，一直想不到。试驾太多车会 confuse。真的，这个车刚刚今天才碰到。我自己骑辆车有时候我也是会乱。自己骑辆车，唯一一个我不乱的是美诺了。因为大家的这个程序都是一样的嘛。可是 Crush 的深浅不同啊，对，就是那个 Crush 而已嘛。原装的避震器哦。没有改过任何的 Sport Spring 也没有，全部都是原装。哇，蛮有力的这辆车，其实它底气还是一个3.0啦，怎么说都是。是，前面是麦花臣，后面是一个多连杆，加上这辆车是一个后驱，好听哦，声音。太高转的感觉，好满，一路在喷黑烟后面，一点点啊，不会太夸张啊，像那种手动车啊就够力了。哎，手动车，这个病，原装不改是没有问题的啊。是，你看后面扭力大，后面想要甩出去的感觉。不错哎，你看，不可以补太大油 ，damn， water dam， 这是 oil dam， 15、16，正常，德国车都是这样的。
辆车原装的这个进风比较差一点，是吧？对，所以它的引擎散热了，引擎散热比较差一点。因为它车头比较扁，进风面积比较小。哦。oil cooler 是必要的，可是原装我不懂有没有 oil cooler 这样。哦，有。哦，有哦。啊，这里一下子这么多车的。哎呀，没有降到档，要2000多转。有做过 ball bearing 的turbo哈，对，它其实 response 都 OK 的，只是说你就是要2000转以上，就这样。它原装其实也不差，ball bearing 会更好一点点。response 会更好一点点。对。原装的避震是有一点偏软啊，给我来讲，如果你要应付这个山路的话。对。可是如果你日常生活驾是一个非常舒服的车。可是已经原装来讲啦，已经很不错了。我已经习惯这种低升温的重量，其实。哦。这种重量，后面屁股是拖着去那种感觉。可以简单来讲，这辆车的屁股是很听话，所以你就不用担心太多。只是说你出弯的时候给油不要给太多，要不然它屁股会甩一点点。这就是后驱车的一个特性啊。然后它加上这辆车的扭矩也是相当的大。其实它不用 brake 的这边，前面才来 brake。很多人就是这样。不熟路，没办法，不是每个人这么熟路。可是你不熟路的话，就看他会不会做人哦，去前面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啊，不要去。静悄悄的过，所以这辆车微微的听到了 V6的声音，很舒服，很舒服。这刹车也是踩下来很有信心啊。就那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对，其实 bug pot 有很多可以很 over 了。为什么东西让你想到会要bug pot 了？bug pot 的 brake pad 很贵的，不是？因为颜值很好。颜值第一啊！对啦，这辆车就是这样子了。过上山的时候，因为它不会硬啊，就这样子。可是如果你在一些激烈的弯的时候，路不平的话，你会 feel 到那个屁股会跳一下，跳一下，这样子啦，抓不太够抓这样子，所以看个人想要什么啦。如果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经常来跑山路的话，像这样的设定已经是非常的好了。又出来。其实我很少这个channel哦，我很少驾奔驰的嘞。是少驾的。Volkswagen 或者是宝马比较多。宝马比较多。所以真的 CLS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哎，我真的不是很熟 CLS。C Class 我就比较熟一点，因为之前对 MCO 的时候你试了蛮多辆 C Class。因为我之前 MCO 之前我其实有意识要买 C Class。哦。可是你试了这么多 C Class 跟 CLA 都没有试到这个烈军。这一颗引擎3.0公升的柴油。然后你过后也是有试了 W212嘛？
也是在 MCO 的时段。对，212，对，那个还是250的，300还没有试过，就是那个柴油的300。柴油是2.1公升那个。哦，如果是 W112的300，它还有一款是 Hybrid，就是它，因为它是 Hybrid，所以烂价现在。啊如果它不出 Hybrid 就其实不错了那个。是，其实也是有一款W112这一个 engine，价钱就比较便宜，差不多在4、5万。它叫350是吗？350对。你不要挡在路中间，你要去左边还是右边？你看，喷他黑烟的，而且还是白色车。So sorry, man. 其实它动来的很早，所以我们这种柴油车转速不用拉太高，就这样子去，3000转以内都蛮好用的这样子。而且 ball bearing turbo 的话的给的 response 挺不错的。那你按 OK 一下。OK，可以看到 speed。signal 灯给的信息，side mirror。2000多转，真的2000多转。如果刚刚2000转我踩油还不去耶。还是你没有退到牙？因为我没有退档，就是要2200哈，它的步伐才来，所以它是打多少个bar现在？我忘记了。等一下问一下我朋友，然后你过后再补下去。少吧。又来了，快闪了一下。它的这个换挡拨片会有一点少许迟缓1秒钟，所以我就赶紧在它需要升档前的1秒钟，我先把那个按钮先按下去，要出这样。直接刺我的线呢，知道吧？我还要往外面这个线处幸好今天凉哦。Not bad, man. 其实轴距越长的车是越舒服的，所以这辆车轴距足够让我们日常生活驾起来很舒服，而且过一些大弯的话很稳定啊。尤其是像这辆车其实过弯没有问题的，过这些弯没问题，只是你稍微的会感觉到这辆车的重量有点重，偏重。侧倾我觉得还好，因为它车身本身没有很高。我觉得 OK 的，它的底盘扩大够大，让它拉得住它的车。这个车，虽然你不要比那些真正来跑山路的车来比，可是我的意识的好价就是，它是一个非常舒服，而且它可以有操控一下又有好玩的，因为后驱车本来就是蛮好玩的一款车，少推头根本不会这个车可以讲。这个车是很多人M4 都会甩尾的地方它就开始要了这辆车，它的这个防滑一直在那边闪灯。M4 应该更加的敏感。对。还是装这种表会比较好你看现在是水温110嘛，虽然是很正常的，就比平常稍微高一点，可是这里好像不会动了。对，会比较慢点。对。
错一下这样子，你看。我觉得价钱不贵，要颜值有颜值哦，要操控也算是有。真的是蛮有颜值。我今天如果加出去 parking， 真的是蛮有回头率蛮高的。好像刚刚其实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啊，有一对有族同胞啦，他带着他的儿子骑着那个摩托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到他一直在观看这辆车嘞。哦，没有，一直在看这辆车，颜值性不错。其实我觉得好过买 S Class。啊，是 S Class 的，对啦，它是蛮 luxury 啦。可是有 AA 杀手，最怕就是 AA 杀手，享受的东西不一样，看你喜欢怎样咯。而且 S Class 是中间是可以坐人嘛，这个不可以。CLS 就，可是这辆车有时候我开出来，开着小窗的时候，经过有人群的地方，我都听到蛮多人都会讲，哇，这辆车很漂亮，可以这样对啊，你可以的。但是他不懂，我有听到，因为我开这小窗。本身我觉得都好看，只要是类似这样拉长版，其实 CLA 其实也是很好看的。是。可是 CLA 就因为它小量，对，它不显不到那个叫什么，不显不起那种霸气跟那个我们讲气派啊，气场啊，对，这样子有气场的。虽然它是12年的车，可是你开去一些 night club 的话，我觉得你放在外面，我都觉得都 OK 啊。是，人家不会去认为它是一个12年的车。它跟 Arteon 很像，那你有试驾那个？啊，这样 Arteon 的话会，那 Arteon 比较新款，对。然后 Arteon 的车身感觉会比较轻盈一点。如果你想跑山路，是 Arteon 比较好跑啊。因为它有 4Motion， 不会是叫奔驰叫 4Matic 啊。对，奥迪就叫 Quattro。我觉得那辆也是很美，只是我觉得它跟这辆比起来，我这辆车头会比较长，它美的地方不一样。美啊，对，各有各的美了。你讲范冰冰美，可能我觉得她不美嘞。你可能喜欢白冰冰。好嘞，摩托。他也是哪来的嘞？那塞啊。应该是这里做工。Aduh. 不知道看了影片的你们会不会喜欢上这辆车嘞？我觉得它是不错开的一辆车，动力不错，毕竟还是个3点。送 road tax 要给多少钱一年呢？2000多。2000多。OK， 全部都 OK，131度吧，我一看，今天是比较凉啊。可是他叫我们打油了。这样子你会不会平常过那些减速带会有卡顿的那个情况？收发是没有啦，所以我都是直过，只是慢一点。慢一点 OK 了。我不用摆来摆去，因为还没有改过啊。对，因为这种轴距长的车其实最怕就是。其实会的，轴距长更加容易中，但是收发是没有啦。通常我们前轮下了，后轮还没有上就这个是。而且它这辆车 wheelbase 比较长的情况下但是它 turning ratio 很短，因为它前面的轮是可以打斜的，所以很多地方我有一些车 wheelbase 比较短，它不能一个 Q U turn，但是这辆车可以。我觉得虽然它很长 ，wheelbase 很长，但是它 turning ratio 很短，很好驾。我不能拿其他车来做太多比较，因为这个车是一个 CL 嘛，它是based on一个 S Class 做一个。这个掀背型出来，所以我们等于其实是驾这一个 S Class 的，其实算是这样的来跑山。可是对我来讲，它的表现是不错啦，我觉得很好驾，上瘾啊！回去越想越着迷，所以就上瘾哎！我也是，其实不错啊，这样子它有auto hold是吧？不要踩完了，它最后比较没有这么愿意去哦，不冲啊油门。对，这个是我喜欢的一点。不会很冲，我现在放 N 啊，就是这样。谢谢你 ，Johnny， 谢谢你。哇，让我们的观众可以看到一个 CLS 在我频道第一次出现哦。不懂这个以同一个年代的 BMW 的630i 会不会出现在我频道里面呢？这个 CLS 350上到山顶之后的屁股会是怎么样呢？不知道你们看到那个色差吗？前面就绿色，后面就有一点带暗色了。
哇哦，可是之前更够力啊。现在已经是不错了啊！喜欢这辆车吗？share出去给你的朋友，如果是他们喜欢玩奔驰的，不妨share给他看这个影片。好嘞，这个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啦 ，Goodbye。